大家好，我们今天呢继续进行这个教学海报系列之护理口诀这一部分。那么希望呢大家能够通过比较简单容易记忆的口诀这个学习方式把比较复杂的不太好记忆的东西呢能够轻松的掌握同时呢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想要通过这个 NCLEX 考试一定是要靠我们对于知识的深刻理解和锻炼出来的临床思维方式那么有了这两种武器在手可以让我们呢以不变应万变各种各样的考题，无论它是从哪个角度出你都可以凭借自己的理解和思维让这个问题得以圆满的解决好，那么下面我们介绍今天的内容我们今天的护理口诀呢是集中在空气传播的疾病那么包括它相关的一些重点知识。我们说空气传播是这种传染性疾病其中传播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我们除了空气传播还听说过飞沫传播，还听说过接触式传播，对吧？那么比如说常见的空气传播，比如说像结核那么像飞沫传播呢，我们知道比如说像流感像百日咳腮腺炎那么很多疾病那么再比如说像接触式传播呢，那么比如说像一些像 C. diff 我们在这种日常工作中比较有点谈虎色变这个 C. diff 叫做艰难梭菌的感染，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接触式传播那么包括其他的一些细菌都有可能。那么今天呢我们是着重的来讲这个 airborne 为什么空气传播我们重点去编辑它的口诀去记它，因为飞沫传播这种疾病比较多而空气传播相对来讲和我们有关的比较常见的比较少在我们学习范围内基本就这四种MTVC 四个，除此以外如果不是在这四个里边，你基本上就可以往这个飞沫传播当然它是和这个呼吸道这种相关性那么你就很便于记忆，是吧？如果你非得把那个很多的这种通过飞沫传播的这个疾病要想记下来的话，那就复杂一点了，是吧？好，我们说呢，这个飞沫传播和空气传播它的区别在哪儿其实本质的区别在于它传播威力的大小。一般我们把小于5微米这种传播颗粒比如这种空气传播的颗粒那么它定义在小于5微米直径。而飞沫传播呢是大于5微米直径，这就是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它传播方式的区别。那么这种 airborne 呢，它是可以随着空气飘因为它体积小，而 droplet 的传播范围就比较有限，因为它颗粒大，它比较只能在传播的距离比较近的范围内通过飞沫的方式传播。那么我们怎么记就这四个病 MTVC MTV 大家知道其实过去有一个词我们叫做音乐电视，是吧 ？Music TV 那么你如果知道 MTV 是非常好记的话，后边再加个 C，VC 我们都知道常吃的 VC 维生素 C， 所以就很好记了MTVC。那么 M 指的就是 measles 麻疹T 呢指的就是 tuberculosis 结核。那么 V 呢指的就是水痘或者叫带状疱疹病毒因为这个是根据它传播的在人体感染的这种感染的人群感染的方式不同临床表现不同，我们分别把它叫做水痘或者叫做带状疱疹。那么它的病源是一样的都是这个 varicella 或者叫做 herpes zoster 这个病毒是一个那么 C 呢指的是 COVID-19 新冠肺炎。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个 MTVC 麻疹结核这个水痘还有这个 COVID 就够了。其他的如果你不好记的，首先想到它如果是可以通过这种气体这个方式作为媒介的，那就都是飞沫了那么我们说呢，对于这个空气传播，我们应该怎么去注意防护这就是我们说的 airborne precaution 标准防护有几个是必须做的。那么所谓什么是必须呢？作为医护人员来讲我们要戴 N95 口罩这个是必须的。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患者放在一个负压的病房啊，这样的话，负压的病房是防止这个患者体内的这种病原体往外排感染其他人，对吧？所以我们要把它放在负压，这样只能外界的空气进来，而它屋里的空气出不去啊。那么第三个，我们要关门啊，这都是标准防护。另外呢，如果患者比如说要外出做一些检查啊，比如说你这个病房里边肯定做不了的检查，做像 CT 啊、像磁共振呢，那可能得把患者挪出病房，是吧？你在这个转运的过程中，患者应该佩戴外科口罩啊。那么大家知道外科口罩呢，就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啊，它只要挂在这个耳朵上，戴着封住这个口鼻的这个部位就行，但是它没有非常严格的这种闭合，是吧？非得贴得非常紧啊。N95 口罩就不一样了 ，N95 大家如果戴过的话，你就知道它的密封是非常严的啊，你的口腔、鼻腔完全被口罩盖得非常的紧啊，贴在你的面部，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这就是它的标准防护啊。那么如果患者在他本身的房间里也是不需要什么戴口罩啊什么这些啊，只有在外出过程中需要戴外科口罩。那么有的同学可能会问，是吧？那你这个空气传播，你像这些疾病，尤其像结核啊，包括新冠啊，这都在某一个时期，它可能是非常流行而且非常可怕的病。那你医护人员进去只戴个口罩吗？你用不用戴面罩啊？你用不用就是像那种 face shield 的，是吧？那种我们叫做面屏或者说护目镜，你需要不需要戴手套、穿隔离衣呢？啊，这些呢，应该说是根据你不同的情况，你所要采取的不同的你。执行哪一种护理任务啊，是和这个有关系。那么比如说你有可能要接触到患者的体液啊，你比如说你要收集他的标本，你可能要导尿，是吧？有可能要抽血，那么凡是这些有可能接触到患者体液的，我们都是要怎么样？穿隔离衣、戴手套啊。这个如果这个有见到你身上的这个什么这种可能性，比如说你导尿啊，或者是抽血啊，或者什么情况，患者有可能这种尿液呀，或者是血液呀，或者是患者打喷嚏什么这些，有可能溅到你身上啊。那么这种情况发生的话，就要戴 face shield 啊，要挡住咱们的面部啊，或者是叫 goggle 啊。那么这样就是这个 gown、gloves、goggle 是吧？当然还有 mask 啊，这4种，那么就凑齐了。但是呢，必须要跟大家讲清楚，是标准的，其实必须要有的只有一个是口罩啊，就是那个 N95 口罩。那么其他的像隔离、像手套、像face shield 的，这个是根据咱们的护理措施，根据咱们的护理任务来决定的。另外呢，希望大家同时记住哈，这个穿脱这种整套的这种隔离用品啊，有个顺序是吧？先穿哪个，后穿哪个，先戴哪个是吧？然后这个往下拖的时候先拖哪个啊？这个呢，大家也是哈，自己要把它记清楚。其实呢，非常简单的，就是说多练几次哈，大家就都记清楚了。好，那么有关这个 airborne precaution 哈相关的一些知识，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也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啊，谢谢各位。